当我们第一次听到《金刚经》这个名字时，可能会感到神秘，甚至有点敬畏。经典的名字中带有金刚二字，让人联想到坚固无比的金属与能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。但事实上，《金刚经》这部经典并不是在教我们如何锻造一把金刚剑，也不是要赐予我们肉体上的超能力，它真正要表达的是一种更为深邃的智慧。这种智慧是能摧毁我们内心烦恼妄念的最强大武器。可是尽管如此，每当我们打开《金刚经》，翻阅几页之后，总不免心生疑惑，为什么这些经文如此难懂？一句句反复重复的话语，让我们初读时感到迷惘，甚至感到疲倦，最后索性合上经书，放回书架上。有的人甚至忍不住抱怨，佛法不是要普度众生吗？为什么却要用如此难懂的语言来传达？如果是为了让我们觉悟，为什么不能说得简单明了一些呢？其实《金刚经》的难懂并不是经文刻意设置的障碍，更不是佛陀有意考验众生的耐心。事实上，经文之所以难以理解，正是因为我们心中积聚了太多世俗的观念与执着。这些固化的观念就像一层又一层的厚厚尘埃，阻碍了我们内心智慧之光的显现。佛陀曾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。意思就是，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具备着如佛陀一般的智慧和善良本性，但正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的妄念、贪欲、分别心等所困扰，才无法真正体悟这种清净的智慧。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不停地追逐，渴望着名誉、财富、地位，追求着外在的快乐与满足，但越是追逐，内心却越是不安宁，因为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、虚幻、短暂的，追逐它们永远无法真正满足我们内心最深的需求。当我们带着这样浮躁的心，试图用自己熟悉的逻辑去理解《金刚经》，就好像想用一把尺子去测量虚空一样，最终只会徒劳无功。因此，看不懂《金刚经》真正的原因并不在经典本身，而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心。佛经就像一面镜子，照见我们内心的狭隘与局限，让我们意识到自身的不足，但我们常常不愿意承认这些不足，于是选择将原因归咎于经典本身。但若我们愿意停下脚步，静下心来，真诚地面对内心的不足，慢慢用谦卑的态度去阅读经典，我们便会逐渐体会到《金刚经》字里行间的深意，实际上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看破烦恼，真正得到解脱和自在。《金刚经》究竟讲了什么？为什么智慧如此深奥难懂？它的全名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经中讲述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般若智慧。什么是般若智慧呢？般若是梵语的音译，意思是最深刻、最究竟的智慧。这种智慧并非一般的聪明才智，而是彻底明了世间万物的真实本质，从而不再受到烦恼痛苦的束缚。经中有一句著名的经文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句话简单来说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凡是世间上存在的一切东西，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现象，都如同梦境幻影、泡沫、水露和闪电一般，短暂虚幻而不真实。我们所执着的财富、名声、爱情等等，都会如同闪电一般迅速消失，无法永久拥有。可是我们总是很难真正接受这样的真相。比如说，我们对自己的外貌、健康、亲密关系或财富常常存在着强烈的执着，我们总是渴望这些东西能永远陪伴我们，甚至用尽所有力气去保护它们，害怕失去。但这种执着正是烦恼和痛苦的根源。佛陀在经中教导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里所说的相，就是一切外在现象。我们如果能够透过这些现象，看清楚它们本质上只是暂时存在的虚妄现象，不再被它们所迷惑，这时我们便能体会到真正的觉悟，接近佛的境界。再比如《金刚经》中提到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乍听之下更是玄妙难懂。其实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，要摆脱自我的狭隘观念，
放弃分别自己与他人、众生与个体、生命与死亡等各种分别执着之心。我们的痛苦常常源于内心深处的强烈分别与比较心，我们不停地跟人比较，追逐名利，为了所谓我的利益而不断烦恼。佛陀告诉我们，若能明白这一切都是虚妄，真正放下这种强烈的分别与执着，我们便能得到真正的自在与安乐。正因如此，《金刚经》看似反复无常的文字与逻辑，其实都是佛陀在引导我们超越世俗观念与执着的方法。表面上看起来艰涩难懂，其实经文正在反复告诉我们，放下吧，不要执着于这些幻象，不要再被这些虚妄的现象所迷惑。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时，可能会感到恐惧甚至抗拒，因为人们习惯于紧紧抓住自己所拥有的东西，认为这样才能让自己获得幸福。但佛陀的教诲却是完全相反的观念，真正的幸福只有在完全放下执着后才能实现。这便是般若智慧最令人震撼之处，也是我们之所以觉得难以理解的真正原因。当我们终于愿意放下固有的执着与妄念，以谦卑柔软的心重新阅读这部经典时，我们便会发现，《金刚经》中的每一句话都在提醒我们摆脱世间束缚，解开内心的枷锁，重新回归到真正的自在与觉悟之中。当我们提到智慧，许多人会想到的是生活上的聪明伶俐，或是某个领域中的专业知识。然而，《金刚经》所指的智慧，并非仅仅是世间的聪明才智，而是一种彻底觉醒、超越一切烦恼、恐惧与执着的力量。这种力量究竟有多可怕呢？它甚至能完全改变我们看待生命和世界的方式，让我们的内心彻底颠覆和转变。《金刚经》中，佛陀清楚地指出，智慧的本质就是要我们彻底觉悟万物虚幻的实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并非悲观的否定，而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提醒，告诉我们不要陷入对现象世界的盲目执着之中。我们来想象一下自己过去的生活，许多时候，我们为了金钱而拼命工作，为了爱情而心碎难过，为了名利而焦虑失眠。这些看似真实具体的事情，实际上却经常成为困扰我们内心、限制我们生命自由的枷锁。这些痛苦的来源，正是因为我们对现象的执着，以为它们能永久存在，以为它们能真正的满足我们。而佛陀的智慧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你眼前所看见、所追求的一切，终究都如梦幻泡影一般消失。真正的智慧力量之所以可怕，就在于当我们真正体悟这一点之后，过去所执着的一切烦恼将瞬间被摧毁。想象一下，你多年来所珍视的财富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；你曾经深爱的人，突然离你而去。若没有智慧，这些打击会让人痛不欲生。然而，若我们以《金刚经》的智慧来看待这些事情，便会知道这些外在的事物本来就不可能永恒。我们会明白，真正值得珍惜的，并非那些外在的事物，而是内心本身的安宁自在。如此强大的智慧力量，彻底改变我们生命的价值观，甚至能让我们摆脱生死恐惧的束缚。《金刚经》教导我们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意思是说，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自我，不再强烈区分自己与他人，甚至不再害怕生命的无常变化时，我们便能体验到无与伦比的自由与解脱。举个实际的例子，当一个人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，他面对死亡时将不再充满恐惧。他会明白，生死本就是宇宙间自然运行的法则，肉身虽然短暂，但心识却能超越这些变化。他内心的恐惧与焦虑会彻底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平静、慈悲与自在。这便是智慧的真正力量，也是它最令人感到震撼和可怕之处。这种智慧的力量不仅仅能带给我们个人内心的安宁，更能深刻影响身边的人、社会，甚至整个世界。例如历史上著名的高僧玄奘大师，他在西行取经途中遭遇无数的磨难，甚至多次命悬一线，但玄奘心中从未有过丝毫退缩，因为他真正体会了《金刚经》的智慧，明白外在的生死苦难都只是暂时的现象，真正值得追求的是内心的觉悟与智慧。
它所体现出来的无畏与坚定，影响了后世千万人的内心。这就是智慧的强大力量。因此，《金刚经》中智慧的力量之所以可怕，是因为它能完全摧毁我们对世界的错误认知与执着，让我们彻底觉醒。当我们真正领悟到这一点后，我们内心世界所产生的巨大转变，远远超过任何外在力量的冲击。既然《金刚经》的智慧如此深奥且强大，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阅读、理解和实践这部经典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。《金刚经》并非一般的书籍，不能只凭知识或逻辑去理解。相反，我们应该以谦虚、开放且虔诚的态度去阅读。若我们带着傲慢自大的心态，觉得自己早已懂得一切道理，那么《金刚经》再清楚的文字也会变得模糊难懂。其次，我们要有耐心，给予自己足够的时间去领悟这部经典的深意。许多人初次阅读《金刚经》时感到迷茫，甚至认为经典毫无道理可言。这其实是正常的反应，因为我们内心原本就充满了各种杂念和执着。但若我们能静下心来，不急不躁，反复阅读每一句话，渐渐的就会体悟到经典所指向的真正智慧。再者，禅修和冥想对于理解《金刚经》至关重要。《金刚经》中有一句著名的话：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意思是我们的心不应该停留在任何事物上，不应该固执于任何念头。禅修与冥想便是帮助我们实践这种心态的重要方法。例如，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各种烦恼，工作压力、人际冲突、财务困境等等。当我们禅修时，我们学会静静地观察这些念头，逐渐明白它们的本质都是短暂虚幻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内心就不再被这些烦恼牵着走，真正达到无所住的境界。此外，我们也应该参考历代高僧的解说与经验。《金刚经》虽然经文短小，却历代都有许多高僧大德，如六祖慧能鸠摩罗什、虚云老和尚等，他们都留下了丰富的解释与指导。这些前人的智慧是我们阅读《金刚经》时最宝贵的指引。举例来说，六祖慧能在听到《金刚经》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时，立即顿悟，彻底放下了对世俗名利的执着。他后来对弟子解释道：“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”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心应当不执着于任何念头，不执着于任何外在的相貌和现象，内心真正达到无所执着的境界，才能真正领悟经典的真意。因此，要真正读懂《金刚经》，我们就必须实践这些前辈们所教导的方法，调整心态，保持耐心，禅修静观，并借助前人的智慧解释，让自己真正进入这部经典所要传达的内心境界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智慧的力量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命，从而获得真正的解脱与自在。在我们一点一滴的学习体会《金刚经》的智慧之后，会发现有一个关键的转变悄然发生了，那就是我们的内心开始产生前所未有的清明与自由。而这种自由不是来自于金钱的宽裕，不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的顺利，也不是来自于社会地位的提升，而是一种彻彻底底从内心深处涌出的自在与安宁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智慧的真实力量。佛陀说：“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”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是进入真正智慧大门的关键。这四个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寿者相，代表了我们内心最根本的四种执着。我相，执着于我的存在，把一切事情都当成与我有关，这是自我中心的根源。人相，执着于他人的存在，常与人比较，分你我彼此。众生相，执着于对众生的区别与界限，如亲疏远近、族群差异。寿者相，执着于寿命的长短与生命的延续，对死亡充满恐惧。当我们逐渐放下这些执着时，内心会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轻盈，那是智慧照亮了我们心中的黑暗，破除了我们长久以来的恐惧、烦恼、怀疑。例如，在人际关系中，当我们还未开悟前，
总是害怕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评价，遇到批评就受伤，遇到赞美就欢喜，内心起伏不定。但当我们体悟《金刚经》教导的无我相，明白我只是五蕴和合的一个假名，是暂时的非实体的存在，我们就不会再那么在意他人的眼光，别人的话不再成为我们快乐或痛苦的根源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些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，没有实体。又比如说，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失去、失恋、失业、失亲之痛，这些打击往往令人心碎。可当我们深入体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们便会逐渐明白，这些都是人生中必经的过程，是如梦如幻的阶段。我们会学会用慈悲和理解看待生命中的无常，而不是陷入无尽的悲伤。这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超越现实。我们不是不悲伤、不痛苦，而是即使悲伤，依然保持觉知；即使痛苦，依然不被痛苦所奴役。我们开始有能力看着内心的起伏，而不与他们对抗，不被他们吞噬。这就是智慧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，它让我们成为内心的主宰者。金刚经还说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这句话意思是，发了无上正等正觉心的修行者，应当学会让心住于无所住，学会降服烦恼妄念。这不是教我们不去思考或无所作为，而是教我们在行动中保持觉知，在生活中保持放下的态度。当我们学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们做事不再被结果束缚，不再一味追求得失成败，而是在每一个当下都活得真实、清醒、平静。无论人生顺境或逆境，我们都能处之泰然，因为我们内在的根本立足点已经不再建立在外在条件之上，而是来自于佛法所赋予的深层智慧。这样的智慧能让人从烦恼中彻底解脱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，是真正的幸福。不是从外而得，而是由心而生。当我们走到这里，回顾自己一路以来对《金刚经》的认识，也许你会发现，一开始我们对经文的难解感到抗拒，但随着深入了解，我们开始明白，《金刚经》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佛陀对我们慈悲的提醒。这些字字句句虽如金刚一般锐利，却是为了帮助我们断除内心最根深蒂固的执着与烦恼。佛陀说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这是一种非常深奥的智慧观点。真正的佛法其实并无固定形式，它不被语言所束缚，不住于任何文字或概念之中。佛陀之所以讲经说法，是为了让我们借由语言这个法子度过烦恼的苦海。但当我们已经上岸了，这个法子也应该放下。换句话说，《金刚经》不是要让我们死守每一个字，而是要让我们透过这些文字，找到通往智慧与解脱的道路。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开启自己的觉性，看清楚生命的真相，活出无执无爱无惧的生命状态。也许我们还不能立刻完全放下所有执着，也许我们的烦恼还会时常出现，但只要我们不断学习佛法，关照内心，哪怕每天只前进一小步，最终也会走向彻底解脱的彼岸。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开始实践，比如当情绪起来的时候，不急着反应，先观察自己的念头；当遇到误解与批评时，试着不从我被伤害的角度出发，而是从无我无相的智慧中重新理解。每天诵读一遍《金刚经》，哪怕不完全明白，也让经文如种子般植入我们的心田，日久自会发芽开花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记住，《金刚经》不是远离生活的理论，而是活生生地引导我们如何在现代世界中修行，如何在家庭、职场、人际关系中活出慈悲、清净、无畏的力量。就像《金刚经》最后所说的那句著名寄语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句话不仅是佛陀对弟子的教诲，更是他对我们这一生的叮咛。愿我们从现在起，不再逃避智慧的挑战，不再害怕放下执着。让我们一起学习《金刚经》，用智慧的力量断烦恼、除执着、证真理，活出一个真正自在、清明、圆满的人生。这正是我们作为凡夫最伟大的旅程，也是佛法给予我们最大的礼物。